Hello，大家好，我是老 K，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红魔在前段时间发布的一款机械键盘。作为一个刚入局机械键盘的品牌，红魔设计键盘的思路是和其他键盘完全不一样的，也可以说是我拆过键盘中难度比较高的一款，用了大量的卡扣和螺丝来固定。后续的拆解过程中会和大家详细的解释。第一次上手键盘的设计和质感都有非常多的亮点，整体的外观给人一种机甲风和硬朗的感觉这一点也是延续了红魔手机产品线一贯的设计风格。键盘在右上角有屏幕和金属的旋钮，旋钮更多是为了和屏幕交互而设计的，不能直接的去控制电脑音量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旋钮的手感是我近期用过最好的一个，刻度感非常圆润饱满，而且稳定性也非常不错。屏幕方面除了常规的音量、灯效、颜色这些基础设置，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监视电脑的性能，可以实时的显示 CPU 显卡内存的占用，也是我目前使用的最频繁的面板。顺带一提这块屏幕是 LED 的，对比目前大多数键盘都在用的 TFT 屏幕在细腻程度和显示效果上都有一定的优势。键盘布局方面是一个98配列的小变种，100键，整体往右增加了一行字符的宽度，也是因为有旋钮和屏幕的存在，把本该属于这个位置的功能键下移到了主键区和数字区之间，还额外多出了一个可自定义的功能按钮，在 F 区之间也留有分隔，留给键位的空间还是非常富裕的。简单的用了几天，并没有发现太多的不适感，是一个可以很轻松就上手的配列。键帽方面用的是一套高星达代工的双层键帽 ASA 高度，这套键帽和我前几期视频发过的 K75 炫彩版表现是非常接近的，毕竟都是同一个代工厂，连注数点位都没有区别因为这一套键帽底下的透光部分做了黑化处理，所以这个注数点位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观感上是要更加的统一的，键帽的设计风格上也是和键盘主打的游戏风格切合，但这个黑色键帽是非常容易沾灰尘的，像我这个是3天左右的效果，积灰就非常明显了，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清理。接收器的收纳槽放置在背面，外加两端的脚撑，同样是使用了非常多的机甲元素，可以说是设计的比较丰富但不会显得太过于杂乱，还是有条理的。外壳的材质使用的是顶部的金属面板，外加塑料上下盖结合，在两侧的边框上也有金属拉丝挡板，所以整体的观感是非常丰富的。你上手之后就可以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这块金属面板的掉漆问题，这个就得留意后期大家的一个反馈了。顺带一提主标垫大概是45×40厘米大小图案的话我这里就稍微大家看一下，就不展开了，免得我这期视频过不了审。想要的话点赞超过150个就动态安排给大家。轴体用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快银 V2， 在稳定性方面对比前代也有一定的升级， 1.08 毫米的触发行程，外加45克触发压力，在不会误触的情况下也保证了游戏的快速响应，比较符合这把键盘的游戏定位。大键方面调的还 OK， 空格有一点点杂音。接下来对键盘进行一个拆解需要先卸下脚贴底部的4颗螺丝，顶部有一个双向的卡扣，比较难处理，要稍微注意一下。把上盖拆下来之后就可以发现屏幕是镶在金属面板和上盖之间的，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缩减屏幕和保护层之间的距离，显示效果会更加的通透。键盘是 Gasky 结构在四面用了一块工字形硅胶作为支撑，可以为键盘提供一定的形变空间。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为了在键盘顶部设计一条 RGB 灯带，电路板上做了开槽，底部的支撑柱就透过开槽来实现对键盘的支撑，所以这一把键盘的内胆定位板是要比 PCB 小一圈的也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设计了。在底部有一块开模的硅胶加上破龙的轴下垫和夹心棉，在内胆的填充方面可以说是满配了。键盘在芯片方面使用了 TTC 的轴座，外加 NF52832 主控就是雷蛇和罗技都在用的同款。实际的操作中确实是可以感受到和普通的无线键盘有那么一点点区别，戳组合键的时候会更加的丝滑。其他方面包括稳定性现在的无线键盘基本都已经达到及格线了，如果不是非常极端的环境是用不出太大区别的。以上就是键盘全部的拆解过程
可以看到这款键盘内部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大量使用了卡扣和螺丝结合的固定方式，在键盘整体的结构设计方面也确实花了一定的心思。这把键盘早在22年的中旬就有风声透露出来说要首发快银 V2 轴体，那个时候的快银 V2 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键盘被搁置到了现在才发布，所以在轴体方面就显得比较平庸了。至于899的售价，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偏贵的，但它绝对是这个价位中非常有亮点的一把键盘，包括金属面板和塑料外壳的结合，和每个卡扣的咬合缝隙都控制得非常不错。这一点在高价位的键盘上反而会显得非常难得因为绝大部分的品牌都是从低价位做起的，就会延续一些低价位的毛病。购买建议的话，首先还是得看你个人的预算。如果你的预算允许你去购买这个价位的键盘，其次再看轴体。目前的话，这把键盘只有快银 V2 一个版本可以选。如果你喜欢断落轴或者轻压力轴体这个键盘就不太适合你了。但以上这2点你觉得都没有问题的话，这一款键盘就可以为你提供同价位最好的屏幕交互逻辑以及功能，外加优秀的屏幕显示数字和品控。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